1009蓬莱广场案已经基本进入新的阶段，案件主要有2条线索链。第一，开车撞向石像的王丹，应当是受到了挑唆。徐志阳、吴菲菲、吴国豪口供有问题，你按照妨碍公务另作调查。尸体系本市市民高峰的亲生母亲。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高峰的养父高大华在案发当日自杀身亡，促使高大华自杀的人和第1条线索有关。我们怀疑有人故意将2条线索并到一起，目的尚不明确。据关键人高峰汇报，他跟我说了些奇怪的话。老头死了之后一直跟着我的人就是他。同样是这个女人，把他溜到过了广场案发地。根据张静和高峰的叙述以及王丹医院的监控显示，我们初步确定，和王丹接触、以诈骗者身份接触高大华、给高峰提供线索的都是这个女人。这个女人曾经暂住在西城的招待所，用的是假身份证。招待所的老板娘叫她何姨。我们筛查出雕像内尸骨是高峰亲生母亲的那一天，她搬离了招待所，目前下落不明。轮渡、车站、机场的监控显示，她并没有离开滨川，并且通过我们再次筛查王丹医院以及旅馆周边的监控显示，何姨身边经常出现一个年轻女孩。另外，张静也说，在小旅馆内，何姨的身边有人，所以我们猜测，这个女孩就是何姨的帮手。找到教唆王丹这个人，提前私了是比较理想的。不行，要私了，还要弄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。明白。我去拟定方案，如果是亲友和家属，就以安抚和降低社会影响为主；如果是商业对手，那咱们就准备商战。菲菲啊，你那边有消息及时联系，通讯工具要注意，能面谈尽量面谈，人脉嘛尽量少用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高峰，又没睡啊？害怕了，是吧？我妈死了这么多年，一直被埋在这个雕像下面，20多年了。刚才你另外一个妈来找我了，给我来杯酒吧。Tim， 给阿姨倒杯果汁。好的。不用麻烦了。还是那个味儿，不值那么多钱。我不是一个喝果汁的人。高峰还没来上班，你要有什么事儿，自己跟他说。我是来找你的。阿姨，高峰的事我劝不了。说真的，虽然折腾这么些天，但我倒觉得高峰比以前更像个人。他的事，最后查不查得清楚，我并不在乎。人年轻的时候，能为一件事热血一次，拼搏一次，
就算被反复揉碎，也不算白活。姑娘，如果高峰老是安定不下来，你就别等他了。他这么折腾，我也拦不住。你这么好一个大姑娘，别耽误你。有些事强求了，更受罪。拜你所赐，我哪天不是在跟吸引力法则做斗争啊？你这个人，你的这些事儿，真是够特别的。你自己的坎，还得自己过。二位领导，案子和高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，我应该回避。王丹这条线索，还有吴家的相关信息，我移交给贺小样。张静和高峰这边呢，小赵会接着跟进。其他技侦方面的事儿，佳琪和小强都比我强。先斩后奏？没有，给个理由。我和高大黄这是客观原因，客观上你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不构成回避关系。但如果你是主观原因，给我个理由。和高家的关系，我怕影响判断。我要是你，我就用好这种关系，而不是打退堂鼓。高峰这个人物很关键，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。另外，如果需要他积极配合协助调查，谁去跟他谈，怎么谈，还有比你更合适的人吗？你是不是怕自己对高大华的感情影响了冷静客观？当警察的当然会遇到很多触动情绪的事，冷静履行职责，是最好也是唯一的方式。这个案子也是你的修行。干爹，您在那边好好的啊，少吃点盐。要是问了，找我爸妈聊会儿天。等过2天我把事情忙完了，我再好好陪你喝。来都来了，别躲着了，出来吧。这些是出事的那段时间所有员工的联系方式，这是施工队的名单。我当时啊还找了一些公安和医疗口的人，他们说出事以后很多人都联系过，但是知道雕像里有尸体的可能就这些人了。这些人际关系有些都是我去打点的，我以为搞干净了，没想到百密一疏啊，还是有遗漏的。你爸当时是街道办的小领导，辞职以后才去和徐总干的。那时候做生意主要得靠人脉。你别说那么玄乎，那时候做生意啊，在体制内历练过的人更懂规则，会比自己硬闯更懂管理，这很正常。啊，对了，王律师来集团时间短，你跟他说道说道，别动不动私了私了的，规规矩矩的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我们又不是黑社会。明白。丫头啊，老一辈的事儿我们来处理，你呢，出国散散心去。不行，这里面的人谁有问题，那是你的事儿。弄清楚谁认识王丹，谁跟王丹有关系，那是我的事儿。老吴，那天苏明问我，说，除了照片里那个人，吴小姐最近生活里有没有
旗开可疑的人或事，你觉不觉得这句话很奇怪？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止一个人，而且有人就在我身边。那天在局里护着你妈，爷们儿了。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特别作呀？我也想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家里边和和睦睦的。但是我没办法，我做不到。从我记事儿以来，我就跟上了发条一样，不弄明白我自己到底是谁，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根本停不下来。这就是我的命。这个号码是从老头手机上找到的，那个女的一直关机。别打了，这号码我们也盯着呢。他是做好计划来的，没那么容易查到，总会有办法。高峰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别瞎搞。你现在是案子的关键人物，局里给我下了命令，必须得好好保护你的人身安全。你这边有什么情况，第一时间跟我们通报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只要是犯罪分子，藏得再深也早晚会被挖出来。其实，我早就跟高叔说过，那女的可能是诈骗。可高叔就跟着了魔似的，说什么都不听。现在他人不在了，我心里也憋得慌。我跟你一样，也必须把真相搞清楚。放心，没毒。你父亲去世的时候你还小吧？14、15，他还做过什么生意啊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？我爸很少跟我说生意上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天苏明问我，吴小姐最近生活里有没有旗开可疑的人或事，而且有人就在我身边。吴菲菲，咱俩认识10几年了，你是怀疑是我让王丹去撞的车是吗？你怎么不怀疑艾美还有晶晶他们几个？还有你那个谁都没见过的闺蜜？没事。进来。老板，鉴定那边做了点工作，拿到了结果。雕像里那个人有个孩子，是个男孩，就在病床。老高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，到死你也瞒着。可孩子要找妈妈，天经地义。我劝不住了，你在天上能看见的是吧？那就保佑他，别捅什么娄子，千万别出事。这辈子咱都尽力了。高峰，干嘛呢？回去休息吧。
别再把我厨房炸了。不用，待会儿我买杯咖啡。查到了，师傅，帮何一做事，陪他去找王丹的是广场旁边咖啡厅的兼职服务员李楚然。这是监控。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在高叔墓地，高峰跟我说过，说除了何怡，还有一个人在引着他走，也是个卖咖啡的。警察，这人在哪儿？刚辞职，刚走。师傅，快！你还知道什么？你快停车！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快停车！刚才警察给我打电话，说可能找到你了。告诉我，你还知道什么？跑了？不就一女孩吗？你让她跑了？这点事儿你都干不了，你干得了什么？抱歉啊，没有，师傅，您骂的对，这次是我掉链子了。不过您给我2天，人肯定找到。吴家那边咱们的人在盯着了，说管家赵天明最近有行动，好像是在找什么人，不知道是不是跟咱们找的一样。闺蜜，菲菲，把名字告诉我，我找人查去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她叫什么，我不知道她，我在饭店。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，她不可能跟这件事情相关的。那王丹的事儿，你跟他说了？我没有，我们约好过，不该问的事情绝对不问。但是万一他别有用心的话，行了，娜娜，这件事情你不要插手了。去日本还是去美国，你自己选一下吧。爸能不能下午先留一下，让我自己试试？赶紧出去，再不出去，有可能被边控了。爸，听话。这事儿是我自己搞。你就让我自己试试不行吗？菲菲，别急啊。你们父女俩也是为了对方好，别伤了和气啊。我在公安局看见他的照片了，就是他。阿明，我们的噩梦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在用咱们的老朋友帮咱们查，之前曹律师提醒过，不能张扬，所以收效甚微。菲菲这里高低是条线索，您不妨就碰碰运气。太危险了，风险是浪，避他就会被拍死，但是迎着他上，兴许事情就会有所转机。这也是当年你教我做事的风格呀。事儿已经出了，躲是躲不过的。菲菲的性格又特别的像你，如果你不让她试试，我想她是不会甘心的。
好一点了？不跟我喊了？啊，我谢谢你明叔，是他替你求的情。哎，我丑话说到前面啊，就这一回，要是不成，就赶紧跟我出去。好吧。说说你的计划吧。现在这个人最奇怪的就是，出事之后，他一直躲着，我们得先让他出来，知道他要干什么，这样我们才能给相应的协商方案。吴总，菲菲，曹律师，明叔，我们找人的时候被警方察觉了，他们以你们2个涉嫌作假证、扰乱公务为由布了监控，现在门口就有他们的人。老板，门口有3辆车，苏明带队。林叔，你去帮我买2个黄果。曹律师，我要一个备用手机。菲菲啊，现在通讯工具照他说的办，让他试试。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怎么了？火龙果过敏，我们平时很注意的，最近因为忙疏忽了。司警官，要不你也跟着去？好，我们车带路。辛苦了。一会儿从后面走，安全通道。谢谢曹医生。给你爸爸带个好。你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看看病历。
闺蜜，我跟你一样，也很吃惊。这是案子里另一个关系人的手机，他表示他收到了与案情有重大关联的短信。你和手机主人，你口中的闺蜜是什么关系？吴菲菲，请你不要再对我们有任何的隐瞒。为什么叫她闺蜜？喝酒认识的，熟吗？喝酒话里投机的就成朋友了。就在这儿。认识，这是你要找的闺蜜吗？老板，我买完单。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独个人。爱的心的宇宙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叫高峰，我一生都在追寻一个旋律，所有人都说我错了。你听到的是歌吗？能在这儿听到歌的人不多。我叫吴菲菲，别人都说我生下来什么都有。当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自己的世界缺了一半。长路奉献给远方，玫瑰奉献给爱情，我俩是我奉献给你，我的爱人。白云奉献给草场，江河奉献给海洋。是这首吗？不是这首，但这。
就这样，我们成了闺蜜。或许我可以通过它了解我身世的真相。那个闺蜜就是高峰吧？你怎么不接她电话呀？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话。但是警察说了，王丹的事跟他没关系，是我想多了，是那个坐轮椅的女人让王丹去撞的雕像。可是雕像里的尸体的儿子就是我的闺蜜。爸，你说这真的都是巧合吗？你还知道什么吗？我知道点儿。之前之所以不跟你说，是怕你多想。高峰的妈妈不是什么建筑工人的家属，她是国际俱乐部的歌舞演员。可是他为什么？她大概是惹了不该惹的人。徐叔叔吗？哎呀，你别问了，具体的我也不清楚。那个坐轮椅的女人又是谁啊？她是谁？她要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爸，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丫头，别怕。我跟你徐叔叔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就像开荒一样，你遇到再硬的石头也得用手去刨。有一回有一个工人出了意外，家属来闹了，我就跪在灵前，让他们指着鼻子骂呀，不吃不喝，整整72个小时。现在不一样，你出去。曹律师前年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公司，你是执行董事，不是积压了很多问题要处理吗？正好，你趁这个时候去处理一下。爸不是让你去逃避啊，而是这些遗留下的老问题必须我去面对，我去解决。公司未来的发展有很多的新问题，你要用年轻人的方式去处理，去挑大梁。丫头，爸爸的心愿，你妈的心愿，就是你平平安安的成长，平平安安的生活，知道吗？明白。这些呢，就是俱乐部的材料和档案。国际俱乐部以前的经营呢，我也不太了解，说出去是个副总，其实我就是给徐总打工的，我负责对外联络，具体的全面工作呢，由徐总掌管。之前为什么不说？不说什么？第一次涉及王丹和徐志阳的蓬莱广场撞车案和您谈话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提国际俱乐部？国际俱乐部就是我们集团的一个副业、子公司。这不是问到了徐鹏徐总了吗？我才有的说。
作为副总，对俱乐部的生意一点都不知道，有点站不住脚吧？外地来的，孟队，你应该把咱们冰川的情况都给新同事普及普及嘛。吴总的情况我了解啊，以前是国际俱乐部那个片区的供销社主任、副主任，副的比正的可管得具体啊。副的就是副的，上不去。人家正的有背景啊，索性辞了，趁着做生意的环境好，一直在徐鹏那儿干。感谢徐总收留我，我呢是从体制内出来的，身边呢有那么点小人脉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也确实不容易的。当年呢，感谢徐总看得起，就给我了一个部门经理来做一做。我呢，其实主要的工作呀，也就是吃吃喝喝，维护一下各个方面的关系。核心的事儿，徐总不说，我也不敢问啊。吴总谦虚了啊，当年供销社的主任现在都掌管着整个集团了。徐总信任我，儿子都给你养，这种难得的交情现在很少见呐，吴总。徐总对我有很多的恩，但是最重要的啊，没有徐总，就没有我跟孩子妈的这份姻缘。他以前也是国际俱乐部的经理，论发财，他比我想有劲头。我也觉得这个发财呢挺重要的，但我更在乎的是我们那个小家。事情已经到这儿了哈，如果徐总有问题，我也脱离不了干系；如果没有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吴总，您先坐。先让我把话说完。我先表个态啊，做生意呢是次要的，现在做企业呢非常的难。但是集团这辆马车不停下来，我就满足了。我也给二位提个意见啊，咱们不要浪费那么多精力了。丫头出去买个药都挺麻烦的。还有，我那个女婿啊，徐志阳，他跟外面那个女的，也就是个情感纠纷。我想取保候审，让一家人赶紧团聚。流程上面，还是请二位多多关照啊。苏敏，哎，一会儿啊，就在这儿吃饭吧。高峰姑父这也快回来了，你们先喝点茶，我去做饭去。啊，婶儿，您别忙活了，我们待不住，我就是想跟您聊聊天儿。那姑娘，你自己找地儿坐哈。哎，谢谢婶。婶儿，您这脚恢复的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哎呀，好多了。我呀，本来伤的也不重。哎呀，伤筋动骨100天，您也多注意，别着凉啊。哈，苏敏，你来是有什么事儿吧？是这样，我想跟您了解点情况。我高叔在去大白趟之前，还在什么地方工作过呀？哎呀，那可多了。咱们这市里头有名的那些饭店，他好像都待过一阵子。具体在哪儿啊？具体我也记不得了。你说好多饭店黄的黄，改名的改名。国际俱乐部，您还有印象吗？是这样，蓬莱广场撞车案呢，现在线索都交汇在了国际俱乐部。我们找到了部分的俱乐部职工通讯录，上面有高大华高叔的名字，说是高叔从91年开始就在那儿工作过。哦，我们推测呢，高叔很有可能跟高峰的亲生母亲在同一时间段内工作，这个您知道吗？当然啊，90几年嘛，那俱乐部的员工很多，也不一定都有交集。但是现在案情很复杂，我想知道您见没见过高峰的生母？
有风的火，全都生于哭声中，人人笑着舞，个个披甲戴锁。醉人的那酒困你的渴，也是金色的，人怎么舍得脱？苦主我很是条不归的路，尽头什么都没有，因果交换角色。爱不得，人总身空中。